达摩因为青青前面用了，看他给不给。渲染还没用，但刚刚其实在给了。给了。那 AGL 可以看情况3楼再出啊，等你不出庄周的时候我再出啊。把长城的不知火舞搬掉了。是 ，AGL 依旧是搬掉了张良。这样第1楼拿什么英雄？站在青青的角度来看的话，或者站在嘉兴的角度来看的话，裴擒虎还在外面，对吧？站在青青的角度来看的话，他狂铁还没用。是，但狂铁如果拿太早的话，对面万一出的那个射手像守约这种，你就不好切。对，不好切他。但是你可以狂铁老虎嘛。哦，先拿敖乙，把龙拿了。反正是有自保能力的嘛。右边达摩直接出啊，加杨玉环。这是像在逼着 TT Global， 你要不要出手庄周来防我？对，这把杨玉环还能摇一下。杨玉环在夏季赛大帅的手中拿了4次，赢了3次；在长城的手中拿了5次，赢了4次。2个人拿出来都是只输了1个小局。没错，就看他摇给谁了。他们杨玉环那个时候多半是打鲁班大师用。对。庄周出了，哎，你还是得出，你不出不行。所以我刚才想的是 AGL 要不要把这个达摩藏在3楼，反正对面也选不了。对，但是他还是出了。不过站在 TT Global 的角度的话，你 HOK 的英雄就那么多，你也没几个了。那你就预判我出这个、出达摩，你提前把庄周出了，除非 TT Global 是这么想的。右边又补了个宫本，宫本加达摩，这开团的能力非常强了。突脸能力极强，加个杨玉环，前3手全突脸，能挡掉甄姬跟敖乙的一部分消耗。对，他的空明斩是可以挡，因为其实在这个版本里面，宫本真的出场率变高的一个主要原因，就是他这个空明斩的效果非常好。他的空明斩挡敖乙的龙魂，挡甄姬的技能，进，加上女娲这边 TT Global 搬掉了，就预判你这种杨玉环就是一个游走位。他要搬一些手长的，保护好甄姬的这个输出环境。对，干将莫邪的话，长城用过了，现在手长的英雄没几个了，然后也没有沈梦溪和嬴政在这个版本里。对，凯 ，AGL 还是考虑把这个英雄搬掉了。虽然说在 HOK 的版本里面，凯他的机制并没有像正时夫那样有那个强普位移过强的那个主动，但是他4级之后的强度还是很高。对，主要是嘉兴他的凯确实是8战5胜，在夏季赛胜率太高了。那就看 TT 这边办孙尚香，还是刚刚评论区说的那个尊重一手。对，万一你转手拿一个什么孙尚香明星之类的打强度，然后中路也是个杨玉环，然后宫本武藏在旁边还能当个保镖，达摩也能当个保镖。这阵容如果让你的孙尚香刷起来，尤其是一诺那个经济，刷的你是看不懂的。然后旁边一堆的保镖，4保1打起来，撵着 TTG， 可能 TTG 都发育不了到后期。你说这把他会李元芳打 all in 吗？前面他是这么做的，就一诺经常会用李元芳来打，先补个小乔，补了手 AOE。他主要射手位置还有什么？李元芳，就是他前面用来对位打 all in 的英雄要么就是虞姬。原坦用过了，用不了原射了，对吧？就虞姬、李元芳会好用一些。后羿还在啊？哦，但对面是庄周。是的，用不了，后羿用不了了。要么就补一个后期大输出点，主要看 TT 这边对抗龙跟打野怎么补。其实总的来说 ，HOK 对于发育路来讲的话，影响不是很大。它其实就是一个孙权和戈亚没有。对，其他的都有。但是鲁班7号不好出，因为他没有鲁班大师。是。兰陵王加关羽，这样轻轻的关羽。这是关键局了，选择了相信青青，毕竟青青前面的状态都很好。就对于 TT Global 来说，上一局比赛他丢了，但这一局比赛不能丢。这一局比赛你丢了，意味就是巅峰对决。到巅峰对决，大家英雄是全部解禁了。是不是在逼着右边拿李元芳啊？左边是兰陵王，是不是？要么就是虞姬，看要不要李元芳了。守约一样的守约。守约，我刚刚也是说的，主要就是2个点嘛，一个就是虞姬，一个就是守约。这2个英雄的话，其实都是一个比较偏后期的输出点。而这把的话，因为有个兰陵王，所以用守约的1技能也是可以探影的，然后加上自己的大招和闪现，比较好去规避。这样一看 ，AG 这个阵容还是很扎实的，是一个慢慢打的阵容，而且后期的核足够，有小乔，有守约。左边是个敖隐配庄周，但他也是个甄姬加上敖隐。对吧？下半图的中射也是比较偏发育的。这盘后期2边都有说法的。
在前期的话，因为这首兰陵王的出现，会让中路的小乔变得非常难受。对于我们的 KPL 的选手来说啊，不知道他们的生物钟调得如何，因为现在在北京时间已经23点34分了，再过26分钟就过12点了。是的，但是在沙特时间的话，往前推5个小时，就是现在才6点多，6点半啊，对他们来说也是个考验啊。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双方的第6局。蓝色方是 TT Global， 红色方是 AGAL。我是九瓶子，我是解说潇洒。这盘 AGAL 因为是个杨玉环，所以感觉中艺这手宫本是不是要出个肉刀，会好用一些。伤害倒不是那么缺。是的，他这个阵容确实是少个前排嘛，就是肉刀宫本。他这老虎肉刀也厉害，对他这把老虎的话也是出的那个肉刀啊。然后兰陵王进了波，宫本的野区反了一组小野回来了。屏幕的正下方是 TT 的粉丝，希望 TTG 的5人组能够一起走得更远，而如今的他们距离 KWC 的冠军就差1局。而这2个队伍的话，他们也是时隔了1496天后 BO7 的再次交手。上一次的 BO7 的交手的话，还是在21年的春季赛季后赛，当时 TTG 分别在胜者组4比2和败者组4比3淘汰了 AG， 然后当时也是 TT 时隔4年重回联赛决赛的那一个赛季，就是很久很久了。是啊 ，BO7 都没有什么交手的机会，历史交手的话也就只有3次 BO7。这盘的节奏感觉会稍微慢一点，那不会打得那么凶了。前期主要看发育，然后就是这个兰陵王不稳定因素啊，他就在对小乔。哎，是。长生也知道，长生说：“我今天这一血不能再丢了，这盘要早点做个挥跃啊。”他这一把小乔是真的要发育起来啊，他也得要钱。他团战下血能力还是很强的。下路对 A， 小雪打了波3水龙魂，回了一部分状态。上路关羽把线推回来，兰陵王这一个2-1的1没有打到，被达姆的1技能给躲开了。兰陵王是肉刀，宫本是红刀。小乔直接开大招，然后走位扭躲掉了小乔的2-1大招上天，最终还是被逼大了。是的。哎，刚刚装备面板看了一眼啊，兰陵王是个肉刀啊，宫本是个红刀，跟我们想反了，对吧？有没想到这兰陵王这把是个输出刀，进去之后直接一套爆发把人秒了。那没想到这个兰陵王出肉刀之后是打开团的啊，但上了这波 AG 第一时间人多，这边在等真机，真机就为了兰陵王可以动手了，来了，要动吗？动的话他会被集火。哎，2-1中了，2-1-3的话只中了一个2，是对。还是被渲染的走位拉远了。不过前面看到的很多使用宫本的选手都是喜欢红刀，后边出完暗影战斧之后，他也会补出一些坦度装，像血魔啊、不祥啊之类的，就整体还是当一个半肉前排去用。对。中路线清的很快，让达摩靠了过来，清了波线。宫本武藏这么出装的话，他得小心别被集火啊，很容易直接被秒的。对。兰陵王这个出装进去之后还能出得来。兰陵王先，要这么出装，兰陵王好像一套对位这个经济没有差的情况之下，也秒不掉宫本。是的，他就是当一个前置视野，就开团手。他这个阵容，如果让庄周周去开视野的话，庄周可能会被白嫖状态，因为对面毕竟是这个小乔加上杨玉环。这条龙还没打掉，一狙精准命中到嘉欣。这时候一诺还在下路的伊塔架了一枪，然后紧接着冲进野区，中医再收掉了赫兹，开了口治疗术的9星保住自己，退回2塔。
回头可以动龙了其实中路右草那个独立草的视野已经放很久了，啊，但是没有人发现，没有人去踩，所以就等于是给一诺装了个8倍镜啊，对对吧？自己给自己装个8倍镜。因为蓝灵王隐身的时候是会被他这个夹子探出来，你从那路过的话，他会反影。是，那刚刚是 TTG 动了一波先手啊。庄周跟敖隐几河道的时候，因为他把守卫压在了塔下嘛，几河道的时候动了一波手，但效果不显著，结果敖隐就被逼大招撤了。对，这波又是一波抢中。被杨玉环和小乔拿到了。杨玉环和小乔，只要杨玉环在这个地方帮小乔去拦住视野，兰陵王感叹号一亮，小乔回到塔下，兰陵王也不好去动这个杨玉环。看兰陵王，啊，这不是兰陵王，这是宫本。啊，宫本看到了庄周先打一套，这时候靠了过来，回头原地锁大。老实说，宫本武藏在 KPL 的比赛里面，很多时候拿出来是 counter 兰陵王的。就不怕。对。就是站在旁边，你兰陵王只要敢出来，我大招直接锁你头，当个点控去用。所以这把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所以兰陵王出了肉刀吧。他的这把的作用，我感觉就是让自己先上的人过得舒服，然后他就当一个放经济的位置去玩。当兰陵打了，兰陵王当兰陵打已经好久远的事情了，不是这个版本兰陵王的玩法。没错。两边都是在保着线上的大河发育。依旧是把视野照亮，换节奏，但是达摩上路有传送阵传下来保塔，这样 TT 下路推不掉，而 AG 上路是破塔，上路是让一诺点掉了一塔，下路是轩辕保住了一塔。刚刚那个位置是让嘉欣在蓝区把视野照亮，然后保护了一下小雪在下路推一。双方打的还是非常谨慎的，可是，在经济差上，目前的 AGAL 已经拉开了差距。打野对位上拉开了好多呀。因为你兰陵王在放钱呀，1500块，他一直在帮忙给河道视野。可是你兰陵王放的钱去哪儿了呢？是不是？就是你抬头一看对抗路经济持平，低头一看发育路经济 AG 领先，再往中路一看，定金一看，经济一样。对，中路主要兰陵王中路线蹭的不多。对，就你并没有把这个经济分配的利用合理化。那边宫本是拿了一个击杀，一个助攻，再加上他前面有蹭线的嘛，这部分经济多了起来。哎，上路在打，下路也在打，还在顶，点回塔下了，还能顶，守约靠了过来，一刀，差一下，还差一刀啊，没有能够 A 掉中艺，最终赶来的一诺化解了这波危机，比较惊险。是的，将青青给带走了。这样的局面对于 TT 来说并不友好。现在他们很被动。是 ，AG 就会很好打。他这个阵容的话，让杨玉环过去把视野站住，也没有人敢过来动手。而且 AG 的这个阵容，他只要保持好距离，再加上有个宫本武藏的存在，第一兰陵王不敢动手，二你真机没有目标可以弹你的二技能。对我都不露视野的。而且你就算是想找机会过来弹，宫本武藏一个一技能就把你的球给吃了。你也不可能，达摩也不可能站你脸上给你挂球。然后小乔、杨玉环守约，你真机想过来挂技能的时候，你要吃我一枪，吃我一套消耗。我的手还挺长的。对手比你长。所以现在 TT 这边碍于关羽不来正面的话，只能靠兰陵王去开个团，但也只是开个团了。对，小乔开大招就压前排状态，庄周过来就打一套，闪现逼出来了。兰陵王二技能接大招，一技能直接收掉了长生，但是兰陵王自己也倒了。可是后续的话，达摩就在旁边压身位，杨玉环交出了大招。结果兰陵王倒是在旁边找等到了一个残血，直接进去到秒，但发现自己根本出不来，交大招进去。对。就长生的话，他是向前去用自己的大招，想把自己的大招伤害打满，所以就跟着9星的庄周往前走了2步，但走的这2步刚好就被 TT 的人反打了一波状态。是，他交闪现交的其实挺快的，可是兰陵王刚好就从下路侧边出来了，掏了进去。他血量实在太少，1换1。但是也刚刚肖打说的那样，你这局比赛长生还是得早一点把这个辉月给他做出来。
挺重要的。包括防熬影的3火也可以用得到。嗯。那边塔 ，AG 这边带的也挺舒服的。现在 TT 整个阵容都是缩着的，这个蓝莲王如果再当视野去用的话，他就彻底废掉了。就对 AG 的这个英雄没什么威胁了，真的只能打个点控了，看看能不能跟敖影打波联动，去击杀掉一个脆皮。再加上百里守约的这个眼，视野范围越来越大，蓝莲王视野也不是很好给了。哎，关羽这波动手想强开，顶回来，踩一脚顶回来了，想要直接死，在达摩这个位置看能不能跟2技能打，敖影叫出大招往回退，青青真的是硬来，但是看宫本武藏往前转2刀，但是没有能够收掉，真机给了一个做拆火。那这波团战关羽也没技能，庄周残了 ，AG 虽然掉了一个人，但是青青没回城。青青还想出来，看能不能跟蓝莲王做个衔接，回头踩一脚，但是赫兹倒了，被达摩给处理掉。渲染继续往前追，给个1技能，再打一波。看宫本武藏来了，先给个1技能，怕防止回头龙魂反杀掉渲染，然后紧接着又将小雪给带走。这里要找到青青了，看到之后杨玉环直接交大招，那青青走关羽不掉了，回顶一波，看能不能反杀，回头来一刀，再来一个普攻，用被动烫死了青青。这样 TT 倒了4个人，而且暗影暴君 buff 在 AG 手中，下路想直接破高。这么打的话，真的巅峰对决就在眼前了。1比3，落后的情况之下，被 TT 连追3局的情况之下，如果能够扳进巅峰对决，这士气又不一样了。没错，现在这个优势非常之大。蓝莲王又想出来，但小乔那边已经知道感叹号了。一把分带。一把长手，2把 AG 的阵容做的都很漂亮。现在让 TT 很难去开这个先手了，这个局面就你不开我，我手比你长。你开我的话，你的手段要么就是关羽，要么就是这个蓝莲王，没别人。这波还是小乔开大招，就把庄周的这个状态给消耗掉。对。小乔开大打庄周，庄周就不敢这个位置扛，然后紧接着守约在身后架枪，不管是打庄周还是打你的后排，效果都很好。把上路的高地拔完，看一下 AG 要破掉双边高 ，AL 的单边视野，这5个人头上目前还没有亮这个感叹号。对，要看一下嘉欣要不要用命去抢一下这条龙。哎，探出来了，直接给大，没找着。先把草里全照出来，但是看到了这个兰陵王啊，走到了中路的2、3塔的位置回城了。不过这波只要把你赶走就行，把你赶走之后，稳定的拿到这条主宰，去做下一波推进。没错。现在感觉逆风情况下 ，TT 这个阵容的画面就是兰陵王能绕到一个脆皮后边，配合正面敖影闪现去秒一个，秒个守约或者说秒个小乔，只能这样打、才有机会闪现秒。达摩过来一拳，敖影直接交出了大招。小乔开出了大招，关羽要踩一脚回顶，顶了个达摩回来，达摩给个1技能控到了3个人，但百里守约这个位置被处理掉了，被敖影带走了。不过宫本上路想一波，是的，上路直接护着中路，不想让你回去。杨玉环留人，是的，没有用，宫本一刀破掉了 TT Global 的水晶，让我们恭喜 AGL 巅峰对决2025 KWC 王者荣耀电竞世界杯的决赛的舞台上，2支来自 KPL 赛区的队伍打到了巅峰对决。而且在关键的第6局比赛当中，他们终结比赛的方式是如此的相似啊！是的，这样的一种。